时辰差不多了，应该就要到了。子玉稍后。 守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法师，这位是苏公子，益州刺史苏海正将军之子，此次奉刺史之命，来监管这收粮之事。苏公子，子玉，这位是大佛寺上座觉玄法师。觉玄法师不但是西周佛门之首，当年和玄奘法师也颇有交情。 玄奘法师，那可是先帝时期就受尊崇的佛门第一人，现今的地位更是如日中天。见过法师，不知法师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啊？子玉，想必你也听说了，此次购入粮草之资，乃是大佛寺捐赠的功德。既然子玉，你担心这些西周商贾会缺斤短两。 那不如让这大佛寺的高僧，在这教场中自用钱帛购入粮草，再送入军仓。你可要知道，这钱帛中有着佛祖的慈悲和信徒们的功德。这世上又有什么人敢不怕遭到报应，在此时此刻缺斤短两呢？正是，这是信徒们捐出的功德，我等。 当要亲眼看着换了不差分毫的粮草，才算不负佛祖慈悲之意啊！让僧人收粮，此等俗事就不必劳烦法师了吧？阿弥陀佛，此乃本寺分内之事，何谈劳烦？子玉。 这佛寺自用钱帛购入这粮草，再送入军仓库，这原本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再说了，佛寺自入粮草，又怎会缺斤短两，让那外人欺骗佛祖去？如此一来，你我既不用担忧这军粮缺了斤两，更不用担心这西周的商贾们说这斗斛有差。便是那些兵丁差役也躲个清闲，岂不是？ 一举数得。张氏说的有几分道理。对，接好了。谢谢。来，多谢。慢点啊！罗小五呢？排张氏这个主意真不错。是啊。 这样咱们就不用多交了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来，你的。裴长史，苏公子，您看这收好的粮米，是否就此捐入军仓，还是要再称量一次？罢了，苏某信得过法师，这些粮袋便直接寄输入仓便是。哎，子玉，你不再称量一次了？
裴长史不是说过了吗？寺院收粮，岂会自己短了斤粮？啊，子玉是觉得大佛寺称的粟米不会缺斤短两了？自是如此。那便好说了。来人，拿一袋大佛寺称量好的粟米，倒入这军壶里。哎，子玉，你且想想看，先前那般争闹都是这军壶惹的祸，现在有高僧为证，好让这些西周的行商们都看看，我们大唐军仓所用的官壶绝对不会有半点差错，这样也好让他们心服口服。况且这大军将至，我们绝不能让军仓背上用大壶坑蒙行商的名声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是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用这大壶蒙骗参军！我看你们今天就是拿了这特制的大壶，想刁难行商，好从中牟利。若不是法师及时到来，若不是参军以民心为重，今天便让你们得逞了去。大战在即，粮草筹备是何等大事，你等身负重任，不以粮草为重，为了一己的私欲败坏大军的名声，往轻里说，那是利欲熏心；往重里说，那是居心叵测。裴长史，请慎言。此事怕未必如此。苏公子此言何意？难不成是我大佛寺捐了这几万民的功德，就是为了故意用小壶收粮，好短收军粮，坑害大唐天军？若是如此，便请苏公子带上这些斗壶，将老衲等人借往长安。老衲定要讨回个公道。今日之事若被揭开，必然不能善了。但若是拿了这些僧人，只怕……法师放宽心，当今天子对佛门敬重有加，又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仗着自己手中小小的权柄，敢污蔑法师这种德高望重又忠心为国的佛门高僧？若是做下这般行径，日后还有谁肯为大军出钱、出粮、出力？若是如此，西周震动，边域不安，大军未至，人心先散。到时候，莫要说军法，论家法、论国法，更是天理难容。法师，切莫再说什么把你押解送长安。在下若敢如此，陛下第一个便饶不了我。今日之事，不过是这些小小的军士贪赃枉法，法师深明大义，切莫同他们计较。子玉，此等军中败类，还望你严惩不贷，以振军纪。今日若是不严惩他们，小民无知，只会疑心是你指使他们。这若传出去，子玉，切莫因小失大，拖累了苏将军的名声。来人！将这些私换大壶者拉下去，上50。
若有人再敢行此恶事，加倍惩罚。今日之事，你们都看在眼里。都说大军未到，粮草先行。这粮草，乃是军中重中之重。一旦粮草不济，前军又该如何退敌？届时死的伤的都是我大唐的将士。若因小利私欲，便忘了国家大义，置父兄于死地，弃朝廷于不顾，又与禽兽何异？是。你等，须以今日为戒，莫要走差一步，否则疑祸家族，遗恨终身。收粮的那些军士，竟真的被打了。小的看得清清楚楚，那10来个人被人摁着，掀开后袍便打，打到一半便见了血，到打完没有一个人能动弹，都是被人架着拖了出去。那些汉子倒十分硬气，被打成那副模样却无人叫嚷，只是看着比叫嚷更瘆人了些。哎，下去下去。玉郎，没想到裴长史竟如此果敢。裴行俭的手段，分寸拿捏的是恰到好处啊。那位苏公子，今日虽然没有被打到尘埃底，却也落下了重重的把柄，在所有人的手中。玉郎，你所言极是啊。你看啊，这作为将领，你可以狠。你也可以蛮不讲理，却不能没有本事保护自己人。经过此番变故，我想那苏南锦在军中想出头，几乎是痴人说梦。可虽说如此，听闻此次西路军是以苏海正为主。那在战场之上略使点小手段，便让裴行俭师徒翻身不得呀。苏定方将军是军中的宿将，官职并不比苏海正低，谅苏海正也不敢对他怎样，无非就是找个理由给他支得远远的，不让他立功罢了。阿爷，啊，您以后想问题的方式，我懂，我懂。今天是什么大喜之日？夫人准备了如此丰盛佳肴。今天是4月17，我们在一起整整1年了，只是没想到，今天这种日子，你竟也忘了。我的傻琉璃，我怎么会忘记呢？看，这支琉璃钗正应了你的名字。我知道你最喜欢琉璃之物，所以特地选了这支琉璃钗送给你。真漂亮，我很喜欢。
守月，你坐。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，是我亲手刻的一对玉印。守约之印，人间四月。好美的人间四月，这属于我们2个人的人间四月。大婚之日，仿佛还在昨日，转眼已经1年了。琉璃，我这一辈子都会待你如初见。守约，我愿与你相约，携手到白头。娘子，据说前几日小公子回来了。那他回来了吗？没有，慕容夫人并没有同行，回来的只有小公子一个人。娘子大可不必忧心，奴婢觉得都护并没有改变心意，他还是希望司马可以娶了娘子的。即便都护有意撮合，可玉郎他……娘子处处为司马考虑，事事以司马为先。这么些年了，就算是块木头，也该被焐热了。奴婢真不知道司马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。他一心想振兴西周，重现当年高昌的繁盛。雄心壮志未酬，难免无暇顾及儿女情长。我知他，懂他，又怎能怨他？娘子，您是西周最美貌、最富才情的贵女，屈都护也一直有意成全您与司马的姻缘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为了能够配得上司马，做了多少努力，付出了多少辛苦。奴婢就不明白了，司马为何……你不要说了，这么些年都等下来了，再多等一时又何妨？我会嫁入屈家，我会让他倾心于我。我要让全西周的人都知道，我将成为屈家的宗妇，西周未来的女主人。还这么紧？是啊。听闻宫房酷热，敏娘特意做了解暑甜汤来给司马解暑。司马，司马小仙仙，无事。司马，这怕是要带上扳指才成啊。依我说，要弹好这白蝶，做个寻常的小工便是了。库迪夫人为何要做出这4尺的大弓，还要用最结实的牛筋来做弦？这如何弹得动？你懂什么？库迪夫人怎生还没来呀？今日说是要来试着弹弓的。这般大弓，要弹好这一案的白蝶，
莫不是要找军中力士来相助？这位是张敏娘见过长史夫人，原来是张娘子。夫人，这弹弓不好用，重做便是，何必要砸了它呢？砸了也好，省得让外人瞧见了，还以为咱们要做床弩去攻城呢。司马，你看，白蝶居然被弓弦弹得松软了许多。这般用，张娘子以为如何？太好了，夫人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哎呀，我家娘子是何等聪慧，岂是寻常人能比拟的？这铁锤似乎太过沉重，不妨做个包着铁块或铅块的手锤出来，只怕更好用些。司马觉得如何？嫂夫人巧思过人，重于望尘莫及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小的这便去做。事情既已解决，那琉璃便告辞了。重于送嫂夫人。司马，请留步。嫂夫人慢走。别着急。玉郎，松儿回来也有段时日了，这眼看回长安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。这次返京呢，我想让亲娘送她回去。你看，你我都走不开，君梦也是政务缠身。再者说，战事将起，我也不想让她留在这是非之地。咱总不能再劳烦长史夫人了吧？那就依阿爷之言吧。啊，那在松儿走之前，是不是让敏娘过来一起吃个饭呢？你看，你已经回来3年了，赋闲在长安，也无法回来。为父只是希望，在你的身边能有一个知心的人能照顾你。哎，敏娘对你就很倾心呐。论品貌、文采，那也算的是万里挑一。我看，不如择个良日，你纳敏娘做个测试如何？阿爷为何要旧话重提啊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不会纳张敏娘，更不会纳什么测试。你也知道，张敏娘的背后是代表着西周的高门。现在裴长史在西周是越发得民心，你更得需要西周高门的助力。是需要西周高门的助力呀。不过这么多年，西周高门依附我们屈家，也得了不少好处，算是互惠互利吧。联姻就会让这互惠互利变得更加稳固。哎，不过是让你娶一个女子做个侧室，可谓是百利而无一害。玉郎，你那么聪明，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啊？不需要联姻，我也可以把他们死死地抓在手里。
阿爷，你要是再分心，这局我就输了。嗨，输就输了吧你，可人家毕竟等了你那么多年呀。儿子心意已决，阿爷不要再演了。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，换来个将就，对他来说更是苦事一件。不下了，你也别玩了。别吃甜的。娘子，郎君，门外来了几位长安的客人，领头人说是姓米，替苏定方将军来送信的。米某见过裴长史。大郎不必多礼。米某还是要感谢长史，是长史将米某引荐给苏定方将军。米某此次前来，作为将军军中的向导，与大军共同前来。这是苏将军的亲笔信。长史，这位娘子本姓阿史那，名云衣，长史应该还记得。苏将军让米某将她带来，是要托付给长史夫人来照顾。有劳大郎了。娘子，你先带阿史那娘子去后院好好安顿一下。阿史那娘子，请跟我来。这个人不管要送我去哪儿，我都是打死不愿意的。是苏将军的夫人向我解释了，说要送我来你们家，说你们人好，我信得过他，才勉为其难答应他的安排的。阿史那娘子快言快语，倒是很对琉璃的胃口。既然娘子相信苏将军夫人，就安心在我家住下。之前的事我慢慢解释给你听。阿史那娘子长，阿史那娘子短的，你也不嫌绕口，叫我云衣就好了。长史恕罪，这都是米某的错。这位阿史那娘子是西北尼蜀部首领的女儿，尼蜀部与阿史那赫鲁向来不和，去年被赫鲁打得一败涂地，很多女眷都沦为了阶下囚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米某花钱买了这个娘子和她的侍女，后按照长史的吩咐，将她带到长安苏将军府。经苏将军细问，才知道她的身份。苏将军此次西征，打算将她送回西周。只要能与尼蜀部联系上，那苏将军就将把她送回去。若此能得到一个北部的盟友，自然对战士也不无好处啊。还是我师父细心，多亏他老人家考虑得甚是周到。是，长史，这位娘子既是个心直口快之人，又是个有仇报仇、有怨报怨的主。米某报效了苏将军，将军说了很多让米某改过自新的话，也说了很多让娘子不计前嫌的话，可这个娘子还是不依不饶，追着米某打骂了几次，这才消了气。长史，
你要多加小心呐。多谢提醒。祖母，孙儿来看您了。孙儿很乖，很听话。您在天上尽管放心，我不日就要返回长安了，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再来看您，也不能陪在阿翁和阿爷身边了。请您在天上替孙儿保佑他们，让他们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。最重要的是打个大胜仗。这样圣上和武后便会开心，孙儿便又能来西周玩了。哎呀，夫人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呀，累死我了！一切都已准备妥当，那马车我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一遍，还有那些下人、随从我都一一关照过了。哦，还有，你到长安以后要送人的东西，里面有一个黄色的箱子，那个箱子是给郑夫人准备的。还有那个红色的箱子是给刘夫人准备的，还有给嫂夫人的那些东西，我特地帮你放在了马车的。夫人。夫人，怎么了？何事伤感啊？是不是特别想我走啊？夫人，你怎会有如此荒唐的想法呢？我要不是公务缠身，我就替你去长安送孙儿了吧？你看，我送你有什么区别？就是不想跟我待在一起。夫人冤枉啊，天大的冤枉啊！我绝无此意啊，夫人。那这样。你若不信，我现在去找都护，让他换个人去。站住！换个人去我又不放心，现在全西周最适合的人选只有我了。夫人说的有理，那夫人可是有些舍不得我呀。谁又舍不得你？巴不得呢。那我就去找都护说，我们俩都……我就是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夫人。景娘那边都安排好了吧？安排好了。松儿他们现在有武后照顾，我们也可以放心。这是敏娘亲手做来孝顺我的。说是用你宫房里
新出的白碟做的，哎，真真是舒适啊！比起当年皇宫里的不差半分。我早知道你有这本事。张敏娘，倒是会拿咱们家的东西做顺水人情啊。姨娘说，也给你做了双白蝶袜，不好意思亲手交给你，交给你叔母了，让她转交于你。今天不按了。哎，你上哪儿去？去工房。哎，你快坐下，你快坐下，你还没按完呢。你摁的呀，比别人都舒坦。哎，你再往上一点，哎，往上一点，对，哎对，哎，就这儿，哎呦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人呐，你大半夜的给我叫来陪你喝酒，那不是不行，那你好歹有个菜呢，菜也没有，没菜也不是不行，你好歹有句话呀。哎，好，那我问你啊，白蝶坊的成品，如今还无法售卖，张敏娘怎么拿到的？我怎么能知道呢？我好歹大小是个县令啊，我又不能天天在门口守着，我又不是个看门的，对不对？你说我，你这人真是失态了。张敏娘在大家眼中，那将来就是你的侧室。不要说是下面那些人，你就算是找到我，我不得拿给他们。以后这白蝶坊就别让他进去了。啊。裴长史请留步，你今日可是要去军中，可会见到苏定方将军？裴某有事务在身，不方便透露。啊，听说苏将军已经到了城外，你带我去见他。我对这儿的路最熟了，定能助他一臂之力，早日灭了赫鲁那贼子。云衣，哎，云衣，你莫急。此次大唐雄兵10万远征西域，为的便是扫平叛军。但有好消息，定然立时便送你回去。你想与家人团聚，又何必急于一时？不灭了赫鲁，如何团聚？你们总说这些话来敷衍我，不过嫌我是个累赘。云衣，你若不想当累赘，最好便是耐心地等在西州城中，等着前方的消息。莫说大唐军纪严密，女子不能入营，便是你能去军营，两军对垒之际，你还能上阵杀敌不成？到时反而又要苏将军拨出人手来护你，那才是真正的累赘。你先安心住下，咱们待会儿上街去看看家具器用，将隔壁的院子布置起来，可好？不必布置了，就在这儿扎个帐篷，我能住下便好了。你身份特殊，还是暂时不要让外人知道的好。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？对外说你是我妹子，你若住在帐篷里，谁还信你是我妹子啊？你等我梳洗一下，我这就陪你上街逛逛。不用你陪。哎，阿妮，阿妮，娘子，你快去跟住云衣，别让她走丢了。是。
娘子，那边有专卖摆件的小铺，要不要去看看呀？那边有家布店，专卖长安的锦帛。这橙色，主要是这个。您看，这是上好的玛瑙，这是好东西。哎，这珠子我要了。行。阿妮，可带钱了？带了。这珠子给我留着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好，我马上就回来啊！哎，娘子。春来执笔画思念，为情写的红梅叶。池塘边，柳树旁，满江诗一书从前。匆匆老去那些年，愿有月宿南园，我寄相思谁解弦？长亭外，小桥边，明月下，别窗前，几经风雨诉缠绵。似沧海一桑间，春秋又望送流年。花凋谢笔生寒，青春逝去笔少年。寒雪天际山月，曲醉寒窗一灯闲。望明月有阑珊，人尽窗寒笔有雪。愿有月宿南园，我寄相思谁解弦？长亭外，小桥边，明月下，别窗前，几经风